我们练刀啊，刀是练魄力的，刀是练魄力的啊，所以形容说刀如猛虎，刀如猛虎啊，刀是练这种大开大展的这种气魄。你说练拳行吗？刀的招式跟拳的招式不一样的啊，刀的那个开展度大，你拿这个刀做那些动作，你就感觉到一种威猛啊，它跟剑又不一样的啊，所以在古诗里面形容那种壮士啊什么，全都是用刀的，那种保国卫民的在边疆的那种勇猛悲壮，全都是用刀的啊，因为刀符合那个气魄，所以我们练刀是练魄力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比较不合适啊，因为场地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到一个场地就去利用那个场地来练适合的东西啊，所以各位可以准备一下刀。不用金属的木的就行了啊。不过上次有买一个竹的刀啊，你有带我看看，那个竹的刀稍微轻了点啊。啊，这个竹的刀非常轻啊，你们去准备的话哈，不一定要买这种啊，这种叫做牛尾刀，就是这个头啊，这个头稍微大一点，你也可以买小一点的，那个叫做雁翎刀，这个地方小一点的啊，但是要有一个曲面，就是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弧度的。要有一个弧度的。当然，如果你有现成的，它不是弧度的，它是直的，像唐刀那样的东西啊，它一样能用啊，一样能用，因为我们拿它来练魄力啊。可是大概多长合适啊？刀的长度大概就是你这样子抱啊，一般来讲，一般到这边啊，到这边。啊，但是短也没有关系啊，短也没关系。刀的长度就是你缠头护脑的时候，你可以藏得住，你可以藏得住就行了啊。那有些刀比较短啊，有些南派的刀比较短啊，它一样用，就是你只要能够藏得住就行了。啊，藏得住就行啊，所以你们去准备一下啊。那刀的好处是什么？刀的好处是它的很多招式啊，也可以给棍用。你拿一个短棍，刀的招式也可以用啊。你拿一把伞。刀的招式也可以用啊。你那个什么，你那个太短了吧？那个太短了，那练匕首可以了啊。所以我是想，我们既然就是说，我们练了一个兵器，这个兵器是属于短兵器，它应该是属于重兵器里的短兵器。但是刀里面的很多招式啊，这种招式劈啊、砍啊，这种招式啊，你拿一根棍子，像拿这个伞，它都可以用。我们不杀人嘛，我们只求自保，所以有没有这个刃
有没有刃是没有关系的它的动作啊适用范围比较宽，那剑的适用范围就比较小，因为剑是尖嘛，剑是尖，我拿这个也可以当剑用，但是它的运动，它的使用的难度比刀要高所以我们既然到那个场地去了就借那个场地来练一下刀那有棍的也可以带一下棍这个要去才知道，因为有时候我刚才讲小孩子，我们以前在那边练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不懂事父母也不管，我们在那边练拳，小孩子就在我们练拳的当中穿来穿去的所以那个地方也有这个困扰好，反正就是从元月开始，我们回到户外就南昌公园的户外我们刚好是1月到6月它不是很热的时候，但是它会有冷的时候但是台湾的冷应该也不会很冷那个地方就怕什么？下很大的雨因为它高那个雨会扫进来所以户外有户外的锻炼，户外有户外的锻炼老同学都跟着我，以前全都是在户外的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你知道一下南昌公园你开车的或者你骑车的，你台北来的或什么，你自己去查一下最适合你的班车或者是路线那在户外练就跟户内就不一样了第一个，饮水要比较多，那个地方有饮水机吗？没有有厕所里面有有，我记得有在那边好，那就是第一个，可能水分的补充要比较多。第二个，起风就是防风的要穿着所以就要注意自己的穿着穿着跟水分好，大概就这个样子吧。它工程到6月，我不知道以我们这边的工程的进度来讲的话6月能完工就算是刀天之幸了那也可能会拖延不管我们练拳教拳，我们练拳就是到什么环境都能练到什么环境练什么东西要有这样的适应度。我到欧洲去教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到的场地是什么的，有的时候你去教就是人家办公室那个办公桌什么先堆一边就是那样的场地教。那你到什么场地去，你就要知道我到这个场地我可以练什么这就是我们练国术的弹性需要有这样的弹性好好，来我们来这个刀你们去买Hello， 这刀你们去买你到那个武道社有店面的去也可以，你在网络上买也可以。木的尽量买什么？尽量买刀把跟刀身，它是一体的，就是它不是分开接起来的一体的。
然后你如果要买金属的，不要买那种一抖它会晃的太厉害的啊，不要买那个样子的。那你如果要买金属的刀啊，尽量买，你可以尽量买雁翎刀，就是说我这个头没有那么大的啊，雁翎刀它比较窄啊，它比较窄，在携带上面比较好携带啊。那你如果不是特别要收藏或什么的话哈，就不需要买金属的，不需要买金属的啊，不需要就买木的。那你有讲究，你就买好一点的木，好一点的木。你没讲究，你拿那个唱评剧的刀也可以。玩具刀你够长也行啊，但不要塑胶的太轻了嘛。啊，塑胶太轻了。以前我在我师傅那边练，因为他有一个晚辈，业余很喜欢评剧的，所以他家里面有一些唱评剧用的那个刀啊、剑啊、枪啊，我就用那个练，因为我们是练一个形式嘛，啊，所以你自己要练木的，要练出点东西的，有一点感觉的，你可以用稍微好一点的木头，稍微重的啊。那你没有的话，你就买一般的就行了啊。晓得吗？它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兵器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练魄力嘛，刀是练魄力的。这个东西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是一种想象，一种想象，因为它那个形制配合它那个招式，让我们在练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想象。我说刀如猛虎嘛，是不是？你就会联想到那个老虎那些动作的那些威啊，那些产生出来的力量，会让你联想到猛虎啊。然后剑如飞凤，剑如飞凤嘛，那个剑的轻巧灵活，剑本身的那个形制，那种轻巧灵活，配合它的招式啊，让你观想，你想到那个凤，那个飞凤的样子。然后枪如游龙啊，枪一条，那个转动啊，那种东西，让你联想到那个游龙。所以兵器它有一个，我们不是用它来杀人啊，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形制？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制啊？拿它这个东西跟拿一根棍子练，那一根棍子练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这个。就这个器械在练这些动作的时候，器械跟动作它是相符的，所以给你一个联想，给你一个感觉，给你一个感觉，它练出来就是有那个老虎的那个威猛啊。这是现在来讲了啊，一个器械的一个功能，我们不用它来杀人啊。那你这个东西练出来，你那个威猛练出来了以后呢，你用不用它，你用一根棍子一把雨伞都没关系。听没懂啊？这就是器械对我们练武的人的影响。你如果练匕首，你练匕首，你这个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什么？这个人就不像练刀那么开展的。你练匕首，你是非常的把自己缩到非常小的。你是那种的形态，那种的观念啊，所以这个器械啊，所以你们去你们去买的时候，只要注意到这个就好了
啊，当然你买这个形制的也可以啊，那就要有一个弧度啊。太长也不好啊，如果那个刀太长也不好嘛。太长就变成双手剑，可是它是单刃的，它应该也是刀。现在有人流行用唐刀嘛，比较长，双手，可是它是单刃的。那直刃的呢？直刃的它的动作的感觉啊，它就是劈为主。那有弧度的。比方我这样子出一刀有弧度的，我的头脑里面跟我用的力量就是什么？就是顺着这个弧度的，它是割，所以我这样子出一刀是这样子的刀嘛？我如果它是直的，我出一刀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我出一刀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它是直的，它没有弧啊。刚刚看不出来差别。就是这种刀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我如果割这个的话，我这种刀我是这样子过的嘛。我如果是直的话就不是，直的就是这样过了啊，就看它。哎，它是劈砍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力量，不一样的技巧啊。那你如果有直的刀也可以，因为这种也是一种威势，这种刀有这种刀的威力的，这样不懂啊？所以不同的器械啊，不同的兵器啊，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那个形制，那个重量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啊。有那个感觉去练，你可以练出来属于他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你们练就晓得了。你练刀啊，几个简单的式子跟练拳就不一样的啊。好，有问题吗？这个刀，还是说谁心目中有适合的？你们要团体买的话，就随你们可以在网上讨论啊。好，来上圈来。